张文老师会啊。你要我嗌我不過一次啊。为什么说程毅这次不是赌博？拆解港剧工业给他开的这个价，全组片酬第一，就这4个字。宝子们，你先别急着往下想哦，那不就是最贵吗？我最近刷到一条挺有意思的东西，网易那边出了个分析受谎剧组片酬的视频，程毅领跑，这个不稀奇，男一吗？稀奇的是这个视频给程毅的定性不是最贵的那个，而是把它往稳赚这个方向去归类，说它更像是一笔划算的投资，不是一场赌博。你品品这个思路，同样是片酬第一，为什么这次没人酸凭什么这么贵，反而有人下场帮着算账说这钱花的值？这事儿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演员的努力和贵，到底什么时候会被市场真的当回事？什么时候又只是自我感动？今天这期咱们就借程毅这个 case 把它拆开。说好了，这期不走心疼向，不煽情。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是心疼他的，但咱们换个更直的角度看他。先说个我的观察，这段时间程毅受谎香港拍摄期上讨论的其实是3条完全不搭界的东西。第一条，片场说粤语，有段花絮流出，他在戏里说粤语，粉丝评价说他这个粤语软软的还挺 cute， 加上他本身声线偏低，出来那个效果，用粉丝的话讲叫又飒又甜。第二条，深夜收工，自己走了很久的路回住处。有个视频拍到他后半夜拍完夜戏，一个人走了挺长一段路回酒店。具体走了多久，网上有个说法是将近2个小时，这个数字我没法100%核实，咱们就当个有此一说。第三条就是开头那个片酬第一被算成稳赚。你看，一个是方言，一个是加班，一个是钱，八竿子打不着，对吧？但我跟你讲，这3条其实是一件事。说完这3个表面现象，咱们往里再看一层。这3条你把它们摆一块儿，共同点是什么？它们全都是看得见的东西。方言看得见，加班看得见，片酬更是明码标价的看得见。而这恰恰是程毅这次最聪明，或者说最值的地方。你想想看，一个被贴了流量小生标签的顶流，他最缺的是什么？不是热度，是可被验证。这里我得插一句我自己的立场，我一直有个观点，可能有人不同意啊。我觉得流量演员这个群体被评判的标准比他们实际的实力要苛刻得多。你但凡有点流量，好像就默认你只有脸没有戏。这个偏见我是真的不太认同。所以你再回头看程毅这波就懂了。先说粤语这条，据报道，他为了这个角色提前1个多月就赴港闭关了，苦练粤语，走访警队，还找了心理专家，最后剧组认可他粤语8成像。8成像是什么概念？宝子们，方言这个东西是最难造假的准备度。你演技好不好，可以说角色适配，可以说导演给的空间，这些多少有点主观。但粤语，你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港岛观众耳朵毒着呢，一开口就穿帮。所以他花1个多月去啃这个，不是为了热搜，热搜是顺带的，他啃的是那个没法造假的证明。这个 get 到没有？而且说实话，读到闭关1个多月这个细节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因为一个已经是顶流的人，完全可以用配音，可以用塑料粤语糊弄过去，观众也未必较真。他偏不，这个偏不里藏着他自己的职业判断，他知道港剧这个赛道靠的不是流量，是专业上站得住。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在后面那条路，那条深夜步行回酒店的路。粉丝看到这个是真的心疼，说他在香港连轴转，拍了好多天没怎么休息，具体多少天网上有说40多天的，这个我也拿不准，反正是高强度就对了。但我想说的不是好惨好敬业这个层面，惨不惨，那是他和剧组的事，咱们心疼归心疼。我想说的是，这条路是看得见的成本，你把它和前面连起来，粤语是看得见的准备，加班是看得见的投入，那资方凭什么给他片酬第一？因为资方买的
就是这套确定性。这里我想停一下，因为有个点特别值得说。咱们平时一说努力，总觉得努力本身就该被奖励，对吧？但市场不是这么运作的，市场只奖励一种努力，能降低它风险的那种。诚意的准备度，他的工时，他扛得住港拍强度这件事，对曾志伟这个新公司的首作来说，意味着这个男一不会翻车。你想想，这么一个戏骨云集的班底，曾志伟自组公司的第一炮，他敢把男一压在一个赌博式的人身上吗？不敢的，他压的是一个稳赚的人。所以那条深夜的路，走的不只是路，走的是他把自己从流量赌注变成稳赚投资的那段距离。聊到这儿，咱们停一下，来点能带走的干货。宝子们，以后你再刷到某某剧片酬排位谁谁全组第一这种内容，我教你一个判断框架，一句话，片酬贵不贵，别看数字，看投资还是赌博。什么意思？行业里给演员片酬定价，本质是在给确定性定价。同样1个亿的片酬，如果这个人是稳赚投资，他有可被验证的准备，有稳定的完成度，有过往扛剧的记录，那资方这1个亿花的是降低风险的钱，贵的有道理。如果这个人是赌博，纯靠一时热度，准备度成谜，扛剧记录空白，那哪怕便宜也是在赌。这里还得提醒一句数据素养的坑，网上流传的片酬数字本身十有八九是没有官方信源的，大多是估算甚至是编的。所以别太纠结那个具体数，真正有信息量的是行业里怎么给这个人定性，是稳赚还是赌博。而寿谎这边给诚意的定性是前者，这个信号比任何一个具体数字都值钱。下次你再看到全组片酬第一这几个字，你就知道该看的不是多少钱，是这钱背后压的是确定性还是运气。行，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片酬第一，凭什么？我现在的答案是，凭他把努力做成了看得见、可验证、能降风险的东西。粤语是这样，那条深夜的路是这样，资方的定价也是对这套逻辑的回应。他没有靠标签，他把标签给拆了。作为看了他挺久的人，我说句掏心窝的，我追他不是因为他红，是因为我好像比较早看到了这种把努力做扎实的判断力。这次受谎，只是这个判断又一次被市场证明而已。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但我也想把这个问题抛给你们，因为它其实不只关于诚意，也关于我们每个人。你觉得一个人的努力被市场定价了，到底是努力本身的胜利，还是他刚好把努力做成了别人看得见的样子？换句话说，是努力值钱，还是看得见的努力才值钱？这两个真的是一回事吗？评论区聊聊，我看看你们怎么想的。这期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见，宝子们。为什么品牌敢在全球35个城市压同一个人？诚意这案例讲透了。35，先记住这个数字啊，不是热搜第几，不是多少万粉丝，也不是什么播放量，是一个做了35年的珠宝品牌，愿意在全球35座城市，香港、上海、新加坡、吉隆坡、伦敦，同一时间给同一个人挂上巨幅广告。宝子们，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一个特别朴素的问题？一个品牌肯砸这么大一笔钱，把一个人的脸铺到全世界，他到底在压什么？你可能会脱口而出，压热度呗，压流量呗。这个答案对，但只对一半。今天我想跟你聊的，恰恰是那另一半。而且我先把结论撂这儿，品牌压的从来不是最红的人，是最不会他，而且气质跟我咬得最紧的人。这两件事差得远了。你猜怎么着？我发现一个事儿，最近诚意这边同时冒出来3条新闻，表面看八竿子打不着，我把它们摆一块儿，越看越有意思。咱们一层一层往里扒。先说最表面，谁都看得见的这层。工作室放了个后台 Vlog， 音乐盛典昆山这场从头到尾的准备过程。里头有个细节，全网都在传，他在休息室里拿一个纸杯当麦克风，一遍一遍的练歌。这话题直接就上去了。还有一条，休息室反复练歌。说白了，
就一个纸杯的事儿。可你别小看这个动作，我跟你讲，一个已经站到这个位置的人，休息室里没人看的时候，拿纸杯较真的抠一首歌，这不是天赋型选手那种我随便唱唱就行的姿态，这是笨功夫，是慢工出细活那种笨功夫。火候这东西骗不了人的。还有更绝的，他听见外头一片嗡嗡的声音，回头问了句，外面风这么大啊？工作人员乐了，没风，那是观众。他当场那个愣住的有点懵的表情，直接给整成表情包了。宝子们，你品品这个细节，一个人的多沉浸在我这首歌还没抠好这件事里，才会把5万人的声浪听成了风声。他脑子里那会儿压根没在想外面多少人捧我，全是我的舞台准备好了没。这层是敬业，行，谁都看得出来。但你要是只看到这儿，就漏掉最关键的了。咱们往里再看一层，这一层媒体最近提的不多，但我觉得他才是根。有个人最近开口了，叫林迪安。这名字你可能不熟，但他的履历，黑客帝国的动作设计，无间道，好莱坞级别的武术指导，现在是受谎的武术监制。这个分量，懂的人自然懂。他说了段什么呢？10年前啊，一档叫1年级的节目里，他当时是动作老师，有个从高处坠落的镜头，他让程毅去做了替身。他大概是这么个意思，这孩子够胆做，肯挨肯拼，不怕吃苦，还没架子，虚心求教。相关话题也上去了。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愣了几秒。你发现没有，10年前那个肯做高空替身的年轻人，跟今天这个休息室里拿纸杯抠歌的人是同一种人，中间隔了整整10年，姿态没变。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它不是营销能造出来的。营销能给你造1个月，造1个季度，造不出一条10年的，还能被一位好莱坞武指亲口作证的线。这是时间背书加第三方权威背书，双重的。好，现在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这才是我今天真正想说的。我得先说清楚啊，我是他的粉丝，这个我不藏着。作为粉丝，我当然希望他好，但接下来这段判断，我可以跟你保证是公平的，因为他讲的是钱，是商业逻辑，不是喜好。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品牌为什么敢在全球35座城市压同一个人？你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品牌的决策者，你要在全世界铺广告，一铺就是几个月，投的是真金白银。这个时候，你脑子里排在第一位的担忧是什么？不是这个人现在够不够红，是这个人在我合约周期里会不会出事，会不会塌。因为你一旦压错，广告撤不下来，损失是全球级的。这个行业里管这个叫 brand safety， 品牌安全。所以品牌选人的真实排序跟粉丝想的不太一样。热度只是入场券，不是决定项。决定项是2个，一个是这个人的风险记录够不够干净，够不够稳，另一个是他的气质跟你品牌的调性咬不咬得上。你再回头看，一个10年前肯当替身，今天还在休息室拿纸杯练歌的人，一个把观众声当风声，心思全在业务上的人。对一个要压全球的品牌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低风险，意味着形象稳定，意味着我大概率不会翻车。港风紫金红那套金贵沉稳的调性也咬得上。翻译成人话就是，品牌压的不是它现在有多火，压的是它大概率不会塌，而且长得像我想要的样子。所以你说这3条新闻不相关？不，纸杯练歌是这条链的一头，35成广告是另一头，中间那根线就是10年如一日的稳。那网上肯定有另一种声音，我也听过，说流量明星的代言就是泡沫，热度一退，广告就没了。这话不能说全错，但你把品牌的账本翻开看，他算的根本不是这个人明年还红不红这种短期的事，他算的是这个人塌房概率高不高，调性配不配这种长期的事。那么一个被顶级品牌用长约，用全球盘子来压的人，恰恰说明市场是把它当长期价值在定价的，不是当一次性热度。
这种被时间和市场一起认下来的稳，其实挺难得的。聊到这儿，我想给你留个能带走的东西，就算你压根不追星，这个也用得上。以后你再刷到某个明星全球铺量、霸屏级别的代言，别光看热闹，你看3个信号就够了。第一，合约是长约还是短约？敢签长约，敢铺全球的，说明品牌赌的是稳定性，不是一波流。第二，这个人的气质跟品牌调性搭不搭？珠宝要金贵，运动要活力，搭不上的合作往往走不长。第三，这个人过往的风险记录干不干净？品牌最怕的永远是塌房，不是不够红。这3条一套，你基本就能判断，这是品牌在做长期投资，还是再蹭一波短期热度。下次你看到全球代言4个字，就知道该去看合约，看调性，看风险，而不是只数广告牌有几块。行，回到最开始那个数字35，品牌在35座城市压的到底是什么？我现在的答案是，它压的不是那个站在5万人绿海里的最红的诚意，它压的是那个10年前肯做替身，今天还躲在休息室拿纸杯较真的诚意。是那份稳，那份笨功夫，那份被一位好莱坞舞只用10年时间做正过的没架子。那问题就抛给你们了，你觉得一个演员到底该被实际定价，还是该被风险定价？这2个到底哪个更接近真相？评论区聊聊，我是真的想听听不同的看法。反正在我这儿，10年如一日的笨功夫值得被看见。今天这期就到这，宝子们，咱们下期见。